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疗愈师 Jules，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筹备许久之后，在这期视频里，我终于要带领大家一起来探索 ENFP 这个性格类型了。我从第一期介绍 INFP 的视频中汲取了许多的教训，所以今天呢，我会用一个新的模板来介绍 ENFP 的性格特点。我首先会解释每个字母的含义，并逐步剖析它们的8大心理功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 ENFP 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个世界的。这期视频呢，会涉及到比较多的专业内容，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打瞌睡哦。然后在视频开始前，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收藏我的视频，并关注我的频道。好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ENFP 4个字母分别代表着什么。首先，字母 E 代表的是外向，所以 ENFP 作为外向型性格，意味着他们的专注力更倾向于外部世界。与内向型不同，外向型的人从与他人互动中获得能量，因此他们可能天生就是会喜欢与他人社交的一类人。即使有一些人可能天生的性格会稍微害羞或者腼腆一些，但是与他人社交依旧是汲取能量的方式之一。而且呢， ENFP 会通过外部探索和互动来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喜欢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并从中获取灵感和力量。接下来是字母 N， 代表直觉。ENFP 的直觉倾向使他们更加关注事物的整体大局，而不是细节。与感觉型的人更注重当下和实际不同，直觉型的人更容易在头脑中构建出未来的可能性。他们擅长从片段信息中看到事物的发展趋势，喜欢探索各种潜在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天生的梦想家，就是总是会去幻想各种各样的场景，或者是在脑海中排列一些公式，甚至是做实验之类的。总的来说， ENFP 就特别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字母 F 代表的是情感，这意味着 ENFP 在做决定时会更倾向于依赖自己的内在价值观和情感，而不是冷静的逻辑分析。对于 ENFP 来说，决定什么是对的，往往是基于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什么是符合他们的道德和情感标准的。这种情感型的特质使他们非常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处理冲突时会更倾向于寻求和谐与理解，而非单纯的事实和逻辑推导。最后一个字母 P 代表的是感知。感知型的人通常喜欢灵活、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相较于计划型的人，他们更喜欢保持开放的态度，乐于接受生活中的变化和意外。ENFP 因此不太喜欢被过多的规则和限制束缚，他们更愿意保持生活的流动性，随时准备抓住突如其来的机会，甚至在混乱中找到乐趣。我这里说混乱是有一点想要一语双关一下，就是我发现我身边的 ENFP 他们的房间总之对我一个 J 人来说就特别乱，所以就是一语双关一下。当然了，这里的在混乱中找到乐趣，我说的是那种头脑风暴，或者是在一大堆人讨论一个主题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得到一些灵感之类的这种混乱。OK， 然后关于 ENFP 特别厉害的一点就是研究发现
ENFP 在面对压力时，往往比其他性格类型更能保持身心健康。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ENFP 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不同于那些容易将压力和情感积压在内心中的人， ENFP 通常能够正确的处理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来释放压力。这种情绪表达不仅让他们更容易寻求他人的支持，也让他们避免了长期的情感压抑。然后呢，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帮助他们保持这一个比较健康的心理状态。即使 ENFP 不找别人倾诉，也会通过头脑风暴或者是与自己对话、写日记之类的方式来把自己的情绪给宣泄出去。不过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努力的去理解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值得大家去学习，就是如何去正确的理解自己的情绪。不过呢，我想要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应对压力的策略。所以虽然 ENFP 普遍被认为是最不易因压力而生病的一种性格类型，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就不会受到情感或者说压力的困扰。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只有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然后正确的去接纳自己，并正确的理解自己的情绪，才能管控好自己的压力水平。好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步探讨 ENFP 的8大心智功能。8大功能指的是每一种人格类型使用的心理工具或思维模式，这些功能帮助个体理解和应对这个世界。每一个功能都如同一块拼图，共同塑造了 ENFP 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首先， ENFP 的主导功能是外向直觉，这是 ENFP 在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功能，可以帮助他们通过外部的探索，快速识别趋势和模式，并发现隐藏的机会。这导致 ENFP 的思维方式常常是跳跃式的，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创意和新奇的想法。这种强烈的探索欲望使他们在面对未知领域时充满了兴奋，并且使他们成为比较出色的创新者，或者是设计师，这种需要你去不断的创新的一些职位。接下来的辅导功能是内向情感。内向情感引导 ENFP 根据内在的价值观和信念做出决定，这跟我们前面说的内容是比较类似的，就是他们在判断什么是正确的时候，更加关注的是个人的感受和道德标准，而不是冷冰冰的逻辑或他人的意见。这使得 ENFP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非常注重情感的共鸣和理解，他们希望自己的每一个决定都与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保持一致，但这其实也给 ENFP 在生活中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为你想想，很多人都是千人千面的，甚至是在很多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千人千面。然后为了保持这种一致性， ENFP 有时候要花费大量的心血来面对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的一些压力。然后当 ENFP 面临压力或者需要做出迅速决策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会依赖他们的外向思考。通过外向思考， ENFP 能够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快速的整合资源并制定计策，达到目标。不过呢，这个不是他们的主导功能，所以如果你过度的使用这个外向思考的功能，会导致你们由于过度忽略你们的内在情感需求，而变得有些麻木，
或者表现出过于理性、过于冷漠的一种状态，甚至可能会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就是 ENFP 在生活中真正追求的，其实是那种与心灵交流的一些高度。但是如果 ENFP 把自己逼成了一台工作的机器，那 ENFP 也就逐渐失去了那种天生自带的积极的光芒。然后下一个是内向实感，这一个是 ENFP 的劣势功能，也就是你们经常的盲点所在。我觉得内向实感关注的其实是现实的细节和过去的经验，这个感觉是你们经常会忽略的一个部分，因为你们往往对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或者说一些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感到厌倦，你们会更想要天天去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探索未知，然后呢，想要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所以 ENFP 通常在精确和细致的任务上表现得不太理想，而且甚至可能会在相同的地方犯下很多个相似的错误。这一点的话就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功能就是你们的盲点所在，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引起一定的重视。就是毕竟现代生活大多数人做的工作就是比较机械化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职业生涯中或者是学业生涯中在短期内取得比较大的进步的话，可能就是会需要把你这个盲点给稍微纠正一下这样子。所以以上呢就是 ENFP 的4大主要功能，也就是俗称的阳面功能。在某些情况下 ENFP 也会运用到其阴面的功能，不过由于成长的经历以及每个人生活环境的压力之类的展现出的一些不同，有时候你的一些阳面功能反而没有那么主导，反而是你的阴面功能占据了主导。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你的一些阴面功能。首先第一个就是内向直觉，这个虽然不是 ENFP 的强项，但是内向直觉使得你们可以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洞察未来的可能性，看到事物的长远趋势和隐含意义。这个的话就是你们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突然之间有这种感觉，然后你们的判断也一般都是正确的。所以如果你们能好好利用这一个阴面的功能，能对你们长期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指引作用。然后在社交互动中， ENFP 有时也会展现出你们的外向情感的一面。这里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就是 ENFP 是比较喜欢社交的一类型，但是你们在社交过程中好像经常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就是忽略掉别人的情感，或者懒得去建立一些和谐的关系。其实这一个就是因为你们比较少的会去真正的使用你们的外向情感，虽然也有一些人是经常使用，但是大部分人会比较少的去使用这种外向情感。外向情感就能帮助你们在社交圈中表现出那种体贴入微、善解人意，然后处理各种社会环境中的变化，这样的一种功能。只是这个功能你们其实平时用的好像也不多，你们一般出去社交也就是图个开心嘛，也没有就是说真的会一定要跟这个人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关系这样子。但是每一次当你开始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走进另一个人的心里去。然后你们的第7功能是内向思考，这一个功能其实比较薄弱，就是如果你们需要深入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时候，这个是会有用的。然后呢，你们在一些情况下也会努力的去使用这个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对于 ENFP 来说是不太自然的，所以你们会尽量的避免把自己放到这些情况之中。然后你们的最后一个功能就是外向实感，这一个功能是帮助个体专注于当下的感官体验
和实时的行动。这一功能对于你们来说也比较的薄弱，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ENFP 会更加关注未来的可能性，而非单纯的享受当下的感官刺激。所以 ENFP 在面对需要身体参与和及时反应的情况时，可能会表现得有一点点迟钝或者缺乏兴趣。就是你们好像生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面，你总是在畅想未来，然后当下发生了什么，你反而没有那么在乎，甚至会有点反应比较慢这样子。总的来说，我觉得 ENFP 就是一个创造力非常强，然后非常有热情，社交能力非常好，然后适应能力也特别好的一类人。这些特点使你们在社交和创意领域中表现得特别的突出。你们总是能轻松地发现新机会，为团队带来积极的能量和创新的想法。不过呢，这边要提醒你们的是，过度关注外界反馈，反而可能会导致你们迷失自我，比较难以去坚持长期的目标。面对现实细节时，你们有时候甚至会感到比较的挫败，然后呢，比较容易缺乏内在的指南针，然后就陷入一种迷茫之中。不过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总结，每一个个体都是千差万别的。以上的8大功能只是理论上 ENFP 会使用到的4个阳面功能和4个阴面功能，具体的使用顺序或者说重要程度、仰赖程度，根据每一个个体的生活环境本身的独特性，都是存在一些差异的。那么 ENFP 的这些特点又会为他身边的人带去什么呢？当你身边有一个 ENFP 时，你的生活就从此充满了意外的惊喜和不断变化的节奏。和 ENFP 在一起，就像置身于一场永无止境的冒险。ENFP 总是充满了新的点子，会带着你去尝试那些你从未想象过的活动，或者探讨那些你从未深入思考过的主题。ENFP 身上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存在就是能直接让整个房间都充满活力和生机。有时也许你会觉得自己被卷入到了一个 ENFP 的节奏之中，就是他们的想法和计划一个一个的涌现，导致你作为他的一个旁观者，或者是他身边的一个朋友，都感觉太累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仿佛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充满了可能性。然后对于那些喜欢安静和稳定的人来说，可能 ENFP 会让你们觉得特别疲惫，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们的变化节奏真的太快了，很少人能一直跟得上。不过呢， ENFP 的热情不只是这种表面功夫，他们作为朋友的时候是极为真诚和支持的。这个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外向情感功能，这个是 ENFP 的阴面功能之一，就是 ENFP 不会轻易对随便一个人都这样子展现出关心，展现出关怀和支持，而是会选择性的挑选几个幸运观众，然后呢，展现出极大的真诚，极大的支持。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可以带动气氛的一个派对上的灵魂人物，也是那些在你需要时真正关心你的人。当然了，你必须是他选择的那个幸运观众，因为 ENFP 的善于倾听以及他们的敏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常用到的功能，其实是他们不怎么经常会去使用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愿意倾听你，去吐槽自己的生活，能够照顾你的情绪，感知到你的情绪变化，并且在你情绪低落时出现在你面前的 ENFP，
那么恭喜你了，你就是那个被 ENFP 选中的人。这里我把它说成是 ENFP 像抽奖一样抽一个幸运观众，有一点是在搞笑，但是我觉得以我的理解 ENFP 就是这样的，这是以我的经验来讲，他们就是朋友好像也蛮多的，因为人缘就挺不错的，然后在社交方面又特别的擅长，也很喜欢，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可以选，但是呢，他们只会选一两个特别投缘，或者说特别有缘分的人进行深交，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个 ENFP 的朋友，或者是你想要跟一个 ENFP 性格的人进一步发展一下你们的关系，可能你就需要去创造一些机会，就是让 ENFP 觉得，你还蛮特别的这样子。不过呢，我这里也是要给大家泼一小盆冷水啦，就是其实与 ENFP 相处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他们经常就是会想要一直探索新的事物，所以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他们非常的不稳定、不成熟，或者只是单纯的难以捉摸。你可能会发现，就是刚刚他们还对某件事情充满热情，然后转眼间马上被另一件事情吸引走了。所以比如说你很喜欢这个 ENFP， 你前阵子听说他在研究一些关于月球的东西，然后你给他买了一个月球的模型当做生日礼物，结果到生日那天你发现他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月球，他现在只研究火星，就是你知道吧，甚至可能不是喜欢火星，他可能喜欢的是完全是另一个东西，他喜欢的是草履虫，就是完全天差地别都是有可能的。所以 ENFP 这种捉摸不透的性格特点，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给他的朋友带去一些小小的不便吧，有时候其实也给他们自己带去一些不便，就是他会觉得好像因为他一直在从一个圈子转到另一个圈子，比如是天文圈的，然后下个月变成游戏圈了，然后呢下下个月变成历史圈，就是在不同的圈子之间切换，所以他反而会觉得身边能够说的很投缘的人，或者说能够深交的人，反而好像没有那么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对于那些更习惯于计划和稳定的人来说，想要跟随 ENFP 的脚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我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计划和稳定的人，我如果想要跟一个人出去旅游，比如说我会想要提前3个月就把所有东西都定下来，但是对于一个 ENFP 来说，可能就太有计划性了，然后就可能没有那么多兴趣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不确定性不正是 ENFP 独特魅力的一部分吗？让我们就是重新去想一想你身边的 ENFP， 或者请在场的 ENFP 就是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你的这种捉摸不透，你的这种涉猎广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混迹各种不同的社交圈子，这不就是你的魅力所在吗？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 ENFP， 或者你身边有一个对你很好的 ENFP 朋友，那就好好珍惜，好好的去把握机会。然后作为 ENFP 自己的话，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适当的去多发挥一下自己的外向情感这个功能，就是不用对所有人都去发挥，但是对于自己亲切的那几个人，你要着重的去运用一下，这样子。视频的最后呢，我想要听一听你们的看法。如果你是 ENFP， 或者你身边有 ENFP 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故事哦。OK， 今天呢，我们对 ENFP 这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性格类型，从心理学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他们的性格特征到8大功能，
再到他们在团体中的一些角色，我们在这些分析中不仅看到了 ENFP 如何通过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直觉与他们身边的世界互动，以及与自己脑中设计出来的那个世界进行互动，我们也体会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热情和社交能力给周围的人带去积极影响的。ENFP 以其非常独特的魅力和充沛的能量，让我们的生活都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如果你有一个 ENFP 的朋友，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然而，这都仅仅是我们对 ENFP 的一些初步了解。在下一期视频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 ENFP 的心流状态和发展机会。我将揭示 ENFP 如何在能够自由探索并与他人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工作中达到最佳的心流状态。我们还会讨论 ENFP 在允许冒险、不受约束的环境中表现得更好的原因，并且我会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议，来帮助 ENFP 平衡外部探索和内在反思，找到真正对你们重要的事物。如果你是 ENFP 的朋友，也可以来听一听，然后把这些建议分享给他们。此外，我还会深入分析 ENFP 这个性格特点常见的一些挑战，这里包括自我认同问题、3分钟热度与分心，以及完美主义与拖延症的困扰。通过这些讨论，我希望能帮助 ENFP 更好地理解自己，并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来克服这些困难。最后，我将分享如何与 ENFP 相处的策略，以及一些 ENFP 自我提升的建议。好了，那就敬请大家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内容啦！记得给我的视频多多点赞、转发、收藏，也别忘了要关注我的频道。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我会尽量早点更新的。